按住，血一会儿就不流了。把这个喝了，肚子一会儿就不疼了。脱臼了是吧？是。来，我数3声。1、2，好了。副总，副总，您再忍忍。传闻啊，这个陆医仙就隐居在这片山林里边，相信到时候他一定能治好您的头疼症。这地图上说啊，他就在这儿，但是具体在哪我没找到呢。闭嘴，赶紧找，找到了，快点！青花姑娘，您的药方就是呀，你就收下吧。收婶子真不多，这药都是山上长的，不要钱。您这鸡蛋啊，还是能给孩子补补营养吧。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看来我徒儿能独当一面喽。哼，师傅惯会在这里偷闲，我先进去磨药了。嚯，这阵仗不小了。老先生，您便是陆神医吧？我们家副总身患头疾，发作时头痛欲裂，视物模糊，全球名医都束手无策。只要您肯出手，我们傅家必有重谢。这是百草之王千年赤灵芝1杯，以及江景湾万平豪宅2栋，还有2张全球不限额黑卡，以及这些金银珠宝，您也都一并收下。谢礼虽重，但老夫早已归隐。不过，我的关门弟子已经医术大成，他若出手，你这头疾应该不算什么事。那就劳烦陆老引荐，请他一步为我诊治。无需一步，乖徒儿，大脉。这就是血丝诊脉。阁下闭目静心。五阴疗疾法，音律入血，病痛尽消。如何？我的徒儿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副总，副总，哎呀，这都黑了！你这个老庸医，我们家公子要有个3长2短，我把你这小破房子给拆了，给我杀！等等，我好像真的不疼了。副总，您真的好了？困扰我10多年的头痛症，竟然真的好了，多谢陆神医。谢我做什么？又不是老朽出的手。多谢神医传人出手相救。医者仁心，不必言谢。陆神医，我想亲自见见出手医治我的人，也好当面感谢。去吧去吧，他正在乌磨药呢。国医巅峰散开在即，说能请他出山，即可稳操胜券，也能为大医堂扬名。喂，什么？联姻？我不同意，奶奶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娃娃亲怎么能算数呢？我说算数就算数，你要是不把这个孙媳妇给我娶回来，我就不吃不喝，我也不要你这个孙子了。哼，跟奶奶我斗，小子你还嫩了点儿。副总，您这是回京市领证结婚？不是和谁呀？哎，走。师傅，家人非要叫我下山履行早年定下的娃娃亲，您在山上可一定要保重好身体。去吧，不要担心师傅，记得
山下人心复杂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嗯。来，把这个拿上。这是？这里边啊，是传说中的九转还魂丹，可活死人，肉白骨。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就把它拿出来保命。切记，医者仁心。嗯。去吧，去吧。嗯。你好，正式认识一下，叶清欢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我对你不感兴趣，也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让奶奶逼我结婚。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很开心吧？什么？你哪来的优越感？你跟我在一起，不就是图我的钱吗？以后要钱，尽管开口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不许跟任何人提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挺帅的一张脸，脑子坏掉了。要不是家里催婚催得紧，谁稀罕跟你结婚？哼！哎，我这暴脾气！国医巅峰赛啊！1等奖3000万！要拿参赛名额，得先挂靠医馆。这大医堂看着够气派，就这家了。我要报名，报名表在这里，自己拿去填吧。3000万我来了！我要是赢下奖金，就能给师傅重新修缮院子，给乡亲们接个免费诊室了。曼青姐，这哪儿来的阿猫阿狗，敢抢你的参赛名额？去看看。叶清欢是不是凭着她富家少夫人的身份，在外刷卡消遣，胡作非为呢？副总，您还没给夫人卡呀？凭她的身份，去我们傅家的产业，不需要刷卡吧？夫人在外也从来没有提及过跟您的关系啊？不应该呀，她对我不是有什么企图吗？哦，对，副总，您名下不是有一个大医馆吗？夫人去了，要在那儿当一个医助。我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走，大医馆。我填完了。不是，你干什么？叶清欢，籍贯山里，师从隐士高人。你这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？知道国医巅峰赛是什么排场吗？博士教授来了都得排着队，一个连职业证都没有的小医助，舔着脸凑什么热闹？不是谁在这犬吠啊？有文凭了不起啊？那医术看的是疗效。哎，隐士高人，我看啊，那是江湖骗子吧？这要是让你代表大医堂去参赛，岂不是在往副总脸上抹黑，让同行笑掉大牙吗？我师傅救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米都多，还给我！哎，垃圾就该丢在垃圾桶里。这下你跟垃圾更配。你还说他没闹事？我看他都要把我的大医堂给拆了。副总，兴许有什么误会呢？这新来的医助也太野了吧！居然把苏医生给……怕是要被直接开除了。苏医生怎么可能会放过他？行，你有种！你别以为耍无赖就可以参赛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专业壁垒。去把药房里面
那批混装的药材搬过来。是。等着出手吧你！2分钟内从这堆药材里面挑出3位相克的，挑对了，我就让你进大医堂当医助；挑错了，立刻滚出京师。就这不是行医最基础的吗？就吹吧你！这些药材长得跟双胞胎似的，没个3、5年药房经验，恐怕连当归和独活都分不清吧？不瞒你说，我3岁学医，4岁精通药理。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夏虫不可语冰，菜鸡，你别学打鱼。副总，您看夫人能行吗？哗众取宠，我让你搜集的资料里不是写了吗？他从小顽劣不堪，所以才被叶家给送到乡下。哼，能懂什么艺术？别废话了，开始吧。他还真行啊！我去，真这么厉害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也太快了吧！什么？太厉害了吧！哦，父子反半夏、干姜五黄连、生南星碰酒精等于剧毒套餐，齐活。这速度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天啊！发生了啥？我眼睛都没眨，他怎么就给分完了？这也太快了吧！蒙的，肯定是蒙的。唉，既然你那么想留下，那就一辈子留在药房当帮工。这晒晒药、分分药，很适合你吗？不好了，孙医生，隔壁国际医院的张教授带着媒体和病患上门踢馆了。这老邓又要找事，一天不找大医堂的事，就浑身难受是吧？走，会会他。就来，快拍！大医堂号称中西医双绝，我看呐，都是拿着中医当噱头的绣花枕头。这位患者车祸后下肢瘫痪，我们国际医院组织了全球专家进行会诊，结论是神经永久性坏死，终身站不起来。可偏偏有人跟我扯说，大医堂的中医用几根破针就能让他站起来。今儿我是来打假的，你们要是治不好他，我给你们全球曝光。到时候我看你们大医堂就改成洗脚堂，按摩泡泡脚，也算没白瞎你们那堆草药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好大的口气啊！怎么，怕了吗？副总，这个张教授是出了名的中医黑子，3天2头嚷嚷着要来挑战，苏医生恐怕不是对手。副总还在，这场较量我绝对不能输。谁说我怕了？我要是治好了，你们国际医院立马关门大吉。好啊，请。要是那位神医传人在，应该能治吧？看来你也觉得这苏曼青要输喽？你属猫的，走路没声儿。要是这大医堂真的改做洗脚堂，这老板怕是要被气死啊！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过是个打杂的。打杂的？你也就是长得还行，才能坐在这里当个前台接待。说难听点就是个门童，有什么可优越的？我可是……难道他不知道我的身份？副总，会诊开始了。哼，这针法跟开盲盒似的，还得照着图扎，3岁小孩都比他下得准。净会说风凉话，你那么有本事，你有把握把那病人治好？切，小菜一碟。哼，净会胡说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往神经上扎，谋杀呀！家人们，你们都看清楚了，大医堂就这水平，简直胡扎一通。怎么这样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完了，我们大医堂
真要改叫西教堂了。我早就说这朱一都是骗子，今天总算是实锤了。大一堂还有谁？骗子！骗子！就是个骗子！骗子！我来，你们都是骗子！我来。可恶，故意在副总面前出风头。这又是谁啊？难不成也是你们大一堂的医师啊？他连医师的边儿都够不着，就是个药房打杂的。一个打杂的也敢掺和治病啊！真是茅房里点灯，你找死啊！我说谁在这满嘴喷粪呢？不过有我出手，就没有死这个字。叶清欢，你闭嘴，少在这儿丢人现眼。叶清欢，你别以为你认识几个草药就可以在这乱出风头，这还轮不到你撒野。小丫头，你想治是吧？你知不知道治不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？如果我治不好，随你处置，但我不可能失手。好大的口气！行，我跟你赌。如果我治好了，你们先前的赌约作废，而且我要国艺巅峰赛的参赛名额。不可能，你简直是异想天开，我是不会把参赛名额让给你的。你说这老板要是知道大一堂改成了洗脚堂，你猜他会不会让你卷铺盖走人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如果你治不好，你要承担一切后果，并且永远的滚出大一堂。我乃神医传人，怎么可能会输？一言为定。这女人净会给我添麻烦，要是那位神医传人在，绝对不会这么冒失。神医传人找的怎么样了？副总，咱们派出去的人跟我说，神医传人已经下山了，要找他如同大海捞针。继续找，加派人手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得把他请到我大一堂。是。一个打杂的能懂什么医术？别是连针都不会用。等着看他出丑吧。那患者我看过，神经根本没反应。这不是神经坏死。胡扯！全球17位专家，结论明明白白，神经永久性坏死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懂什么？这是车祸时淤血堵住了环跳穴，气脉不通才导致的瘫痪。你们只看片子，当然看不出来。狂妄！这可是顶级专家的会诊，如果那些专家都诊断不出来，你这个草包又有什么胜算？如果你现在愿意认输，或许我可以求个情，让你少吃点苦头。就这3个穴啊，看好了。哇，这是在做针灸吗？他在干什么？不知道，不过好像是在观察病人的呼吸节奏啊。吸气。就这就扎好了，我就说嘛。动了，他的脚趾动了。这针法，不可能，这明明是神经永久性坏死。眼花，一定是眼花。骨髓呼吸动，针跟骨节走，这难道是失传已久的骨度同身寸针法？灵书古都里记载过，说能根据呼吸使骨节开合失真，专治骨错缝瘫痪。不过我导师说，这技法早就已经失传了。据说除了多年前隐居深山的陆神医，再也没有人会用这套针法了。叶清欢怎么会用呢？医术比的是疗效，不是这花架子，这不过就是肌肉抽动。谁没眼花过？有本事你让他站起来走2步。对啊，这扎的再花哨有什么用？有本事你让他站起来呀！你们信不信，针一拔出，他就能站起来走路？那你就拔个试试。他今天要是能站起来，我把针给吃了。好。
走两步试试。我真的能走了！我的老天奶，他真站起来了，还能跳！这是什么魔法？刚才还瘫着。不可能！你再走两步让我看看。你自己看，西格能湾长老殿真的好了，可比你这堆破报告靠谱多了。叶清欢，你到底是谁？哎呀，真是啊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说了，是我偏见太深，低估了中医。告辞。庸医，站住！还钱！你站住！别走啊！人，我救回来了，记得履行你的承诺，给我国一巅峰赛的参赛名额。你想都别想，参赛名额是曼青。你不是要吃针吗？吃啊！他怎么可能会赢？曼青姐，他就是运气好罢了。最后巅峰赛的名额肯定还是您的，副总心里最看重您了。我大一堂什么时候需要一个打杂的来撑场面？副总，副总，巅峰赛名额给他。今天的事必须给我个交代。副总，都怪国际医院的张教授，他像个疯狗似的，带人就闯进来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好，所以才没治好。那叶清欢呢？他怎么治好的？难道我大一堂还需要一个遗珠来救场？副总，您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叶清欢他诡计多端，谁知道他跟张教授是什么关系呢？是吧？你说这全球专家都治不好的病，他扎了3针就治好了，谁知道今天是不是他跟张教授里应外合的阴谋诡计呢？果然是这样，去把叶清欢找来。是。你把针捡起来，给我吃了。叶清欢，我拿针扎死你！哎，你一个小门童，不在岗位待着，在这里摆什么造型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咱俩这关系得避嫌，少见面为妙嘛。是得避嫌，不然你的手段这么卑劣，传出去了，丢我傅家的人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怎么治病的？你忘了？先是串通张教授来踢馆，然后你再跳出来当救世主。叶清欢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你怀疑我作弊？你要是脑子有病的话，我不介意给你扎2针，让你清醒清醒。我说错了吗？马上离开大一堂。这卡不限额，随便刷。以后出去，别说是我傅家的少夫人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就你这卡里面能有几毛钱的存款，还弄张黑卡？哈，谁稀罕你的臭钱？自大狂，不过跟我一样就是个打工的，还凹什么霸总人设啊？造型倒是摆得挺不错的，啥也不是。副总，夫人她……别管她，把最近1个月的病历调出来，好好复查。大一堂是得好好管管。是。这就是你们的精准治疗啊，副总，这都是复杂病例，不用猛药根本都压不住的。猛药？我看你们是图省事。这个高血压老爷子同时吃3种降压药，低压降到50。你们是看病还是要命啊？苏医师，今天大一堂颜面尽失，与你脱不了干系。如果你以后还是这种诊问态度的话，我想这个大一堂你也没必要待下去了。是，副总，这些都是个别病例，其他的病例我们都很用心的。个例？这个失眠症患者连续吃了3个月安眠药，肝损伤报告就在这儿。你们是眼瞎还是心瞎？难怪苏医生今天被人按在地上摩擦。我看大一堂的水平就这。副总，不管怎样，今天必须让我看到你的看诊实力，否则
大医堂大裁员就从你开始。是副总。完了！听说副总在大学监修医里，也不知道曼青姐那边怎么样了。要是再因为病例惹怒了副总，大家饭碗都得丢。等等，这个躁郁症患者，你们整天就靠镇静剂压着啊？不然呢？躁郁症是急症，难道用你的草药汤吊着？快按住他，打镇定，别碰他，他这是肝气郁结冲了心神，光靠镇静剂会把神经压垮的，得用五音调理，吹角音，收肝气。五音调理？你懂不懂什么是神经递质？知道血清素和多巴胺怎么平衡吗？少拿你那吹拉弹唱的伎俩在这丢人现眼。我用这支笛子，15秒内可以让他的心率从180降到100。用笛子降心率？你脑子是被门夹了吗？真以为自己是天上的仙女啊？看好了。看好了。我操，还真不当了！这不可能！哎呀，副总，您就放心吧，只要咱们把神医传人请过来，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。加派人手，找！哎，不管他要什么条件，哪怕他要傅家的股份，都把人给我请过来。副总，您就放心吧，线下我已经派了超级多的人去找，而且在线上所有的医学论坛我都发。这声音是他，找到他了。这旋律啊，和山上神医传人一模一样，肯定是他。不是副总，您的意思是，神医传人现在就在咱们医馆？哎呦我去，这剧情比短剧都刺激啊！哎，别废话，走，走。听见笛子声了吗？在哪儿？应该在这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是你在吹奏。不是，你松开，弄疼我了。还能是谁？这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拿着笛子。那之前在神医小馆，是不是你用五音疗疾法治疗好我的头痛症？那个神医传人是不是你？是不是？什么山上，什么小院，我一句都听不懂。什么？叶清欢就是神医传人，还和副总有这些瓜葛？这男的疯了吧？他怎么知道我师傅？这自大狂，控制欲爆棚。要是让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万一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门，我还怎么参加国艺巅峰赛？不行，必须装傻到底。真的不是你？那为什么你们吹奏的旋律都一模一样？你可不要骗我。副总，应该就是巧合。我看过叶清欢的简历，她不过就是乡下长大的野丫头罢了，怎么可能会是神医传人呢？啊，对，也是，神医传人怎么会屈尊当医助？也许真的只是巧合。就是，他连职业证都没有，估计笛子都是在山下路边摊买的，碰巧吹得像而已。你呀，肯定是认错了。算了，下次再说。差点露馅。副总，您之前说过要整顿大医堂，这些医师还留吗？大医堂的病例一塌糊涂，唯独这次对躁郁症患者的治疗还算得当。苏医生，你身为科室主任，你的脸还要吗？副总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马上整改，加强病例审核，请您相信我。你好自为之。副总啊，你原来你真的是副总？
完了！原来这个自大狂竟然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还天天跟他抬杠吵架，这下我可真是踢到钢板了。叶清欢，你之前费尽心思进入傅家，图的不就是我的身份吗？怎么，现在装无辜，给谁看？不，副总，副总，你听我狡辩啊！不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承认自己处心积虑很难吗？像你这样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我多看1秒都反耳。我真的是家里逼的，联姻你懂不懂？包办婚姻，我之前连你是副总都不知道。副总，傅九子，你别走，你等我把话说完。惊天大瓜！大一堂创始人傅家长子傅景渊昨夜现身某酒店，与神秘女子举止亲密。不是，大一堂的创始人是傅景渊，那傅景慈是干嘛的？我明白了，傅景慈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假冒副总，故意吓唬我。傅总啊，你当初用大公子的身份去创业，你看看他现在这花边新闻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您的声誉，要不咱把身份换回来吧？不必，吩咐下去。既然叶清欢他想参加，那就给他留着名额，准备好材料，给他送出去。哎呀，我说傅总啊，你刚才把人家推出去，现在又要把名额留下来，你这个心思呀，属下实在是难以揣测呀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情感拉扯之术？闭嘴！叶清欢，他即使不是一神传人，凭他的医术，也远高于大一堂那些人。再说，我傅锦慈的人，在自家地盘被欺负，传出去，岂不笑话？你别乱猜啊！好好开你的车。口是心非的霸总，这波狗粮我先干为敬啊！锁死，必须锁死！清欢姐，你那笛子也太神了吧！躁郁症说镇住就镇住了，你教教我呗。你和副总到底什么关系？你们真的结婚了吗？你们真的结婚了吗？没有，纯属谣言。要是让他们知道我跟那个冒牌货结婚了，他们一定会把我赶出去的。你们真是好闲情啊！是药材晒完了，还是病历写完了啊？还有空在这嚼舌根呢？我警告你，最好不用动那歪心思，勾引副总。他是你能觊觎的吗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还副总呢，连他是个冒牌货都不知道，被蒙在鼓里还傻乐，真可怜。是，苏一说的对，您放心，借我100个胆我都不敢啊！最好记住你说的话。自大狂配孔雀女，真是绝配中的绝配。早知道下山就先租房子了，不过真的要睡桥洞吧？师傅说这山下人心叵测，这月黑风高的，不会真遇到什么坏人吧？你们要干嘛？再过来我可就要报警了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扎针点穴超级凶的，你们别过来！行了，去吧，送到次卧去啊。副总，房间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收拾好了，主卧给您留着，次卧给咱夫人住。您放心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，保证夫人住得开心。我要不是看他在街上可怜，我才懒得管他呢。
是，我们副总善心大发，他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别墅离医馆近，也绝对不是因为害怕夫人在路上被坏人拐跑的。人呢？怎么还没接回来？这算时间，这会儿也应该到了呀。姑奶奶，我们真的没骗您，这里面真的有好房出租啊！哼，敢骗我，你们就死定了！傅景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家？傅景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家？哦，我懂了。像你这种冒名顶替、假冒副总的骗子，找人合租蹭住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冒名顶替，招摇撞骗。副总冷静，冲动是魔鬼。别装了，证据确凿，你自己看。惊天大瓜！大一堂创始人、富家长子傅景渊昨夜现身。哎，傅景慈，你就算再穷，你也不能假冒副总招摇撞骗呀。所以说，你压根儿不知道我是谁。还装呢？你这狐狸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，还装模作样请个助理，一天多少钱？50。哎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确实没钱，假扮副总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儿。这就对了嘛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不把咱俩的关系说出去，有我一口肉，就有你一口汤。可惜呀，可惜。可惜啥？可惜啥？房东说了，这房子只租给情侣，而且夫妻入住，房租1折。房租1折啊？那不跟免费住一样？你们该不会是……哎呀，小姑奶奶，房东不差钱，就想沾沾年轻人的喜气。如果你们不是情侣的话，那只能请你们离开喽。哎，等等，我们是夫妻，货真价实。我读得出手，你可别骗我啊！反正证都领了，亲吧。这下总行了吧？可以，非常可以。那祝两位今晚好吗？他亲我了，他不会真对我有意思吧？这女人虽然刁蛮，但要是真心的，给她个机会也不是不行。你可别当真啊！我这都是为了1折房租，1折呢！现在挣钱多难呀，1分钱难倒英雄汉。你就只是因为房租？不然呢？还能为啥？就没有一点点是因为我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种自大狂加骗子？干嘛？我只说合租，可没说同居。你别得寸进尺。我是想告诉你，2楼那是我的房间，1楼这些房间你随便挑，除非你想跟我挤一张床。切，谁要跟你挤一起啊？我跟你才没这么熟。哼。听说大一堂来了个神医，用失传的针法赢得了踢馆，我倒要见识见识，一个小丫头能有多厉害。叶清欢在哪儿？出来接招！
吧，我刚理好。我这是在帮你检查工作呀。这草药炒的都能拧出水来了啊！你是想让病人吃了发霉的草药，毁了大医堂吗？行，我现在就重新筛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她不过是一个被冒牌副总迷得团团转的蠢女人，她懂个嘚儿啊！不能跟她一般见识。你别太过分！你说的是那个新生代中医代表人物，国医巅峰赛热门选手，中医天才10月？就是他，刚才在门口喊话，点名要找叶清欢 PK， 怎么办啊，曼青姐？不能再让他出风头了。这把 PK 我替他去，赢了风光是我的，输了丢的也是他叶清欢的脸。这样，你去把那个……曼青姐放心。保证不会再让他抢了你的风头。哼，叶清欢，曼青姐让你去仓库把那枚顶级龙涎香拿出来备用，小心点儿，要是弄坏了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喏。这么重要的药材让我来拿，哼！苏满清这老狐狸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算了，拿完赶紧溜吧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开门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开门呀！有没有人啊？你就是那个用失传针法赢得踢馆，用五阴疗疾稳住躁郁的叶清欢？正是。裹得跟个粽子似的，怕不是个丑八怪。无妨，长相不重要，医术见真章。你既然要挑战，总得有点彩头吧？哦，敢不敢赌？若谁输了，便自愿退出今年国医巅峰赛。奉陪到底，正好我请了欧阳老先生来做个见证。我的天，10月竟然把欧阳老请过来坐镇了，有他在，怕是要有好戏看。据说这位可是国医巅峰赛的评委，叶清欢要是露怯，那可就彻底凉喽。我怕什么？即便输了，凉的是叶清欢，又不是我。副总，10月去大医堂找夫人 PK 了，还请了欧阳老做评委。你看咱要不要去一下？10月那个神医天才？对，不用，我们先开会吧。叶清欢的针法，他不是对手。手法利落，辩证精准，10月医术大有进步。今年国医巅峰赛，我很看好你。10月这医术怕是要封神啊！一个长期失眠的患者一下子就睡着了。就是，哎，这另一个医师叫什么来着？叶清欢，没听说过。叶清欢，该你了。叶清欢，难道你这笛子还有什么奥秘？对付你这种选手，我只用1成的功力就够了。哼，你不尊重对手，不敬重患者，压根不配为医。赶紧的，请吧。我去，怎么回事？我是要睡觉，怎么越听越烦躁，越听越烦躁啊！胡闹！这是什么五阴疗疾？我看你是五阴不全，把病人治成这样，我看你趁早转行吧！哼！叶清欢，你死定了！师傅，我要死了，我还没有给你修房子，
还没有给乡亲们盖免费指示。傅景慈，你个冒牌货，也不知道我死了，你会不会为我掉眼泪？会议结束，叶清欢可能出事了，立刻去大一堂。副总，夫人跟十月 PK 怎么还戴着面纱斗笠啊？不对，他不是叶清欢，对，他不是叶清欢，给我搜啊！就算把大一堂给我翻了天，也得把叶清欢找出来。是。谁？有人吗？救救我！救我！落到这副田地都是你自找的，看你今后还怎么勾引副总，抢曼青姐风头！哼！我不认识什么副总，傅景慈，他是冒牌货！哼，还嘴硬，去死吧你！副总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叶清欢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确定？你敢瞒我？我说，都是苏曼青逼我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副总。他在哪儿？在药材库。清欢，叶清欢，别睡，千万别睡，醒醒！傅景慈，傅景慈，来人，快来人！副总，夫人这是急性缺氧，必须马上抢救。我会做人工呼吸。滚！可是再不抢救的话，夫人她会……胜负已定，愿赌服输，在退赛协议上签字吧。我要是不签呢？叶清欢，你藐视医术，糊弄患者，压根不配为医，更没有资格参赛。按协议，主动签了他自动退出，也让我更瞧不起你。退赛，叶清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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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赛。夫人，有人冒充您在跟十月比试医术，目前看来胜负已定，冒充者正在签退赛仪式呢。什么？傅景慈，放我下来！你刚缓过来，再休养几天，这里的事交给我处理，好吗？你个冒牌货能处理什么？不行，我不能任由他们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你放心吧，我能搞定。快！清欢，今天我一定要亲手揭开他的真面目。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要不然被他们发现你是个冒牌货，咱俩都得玩完。快！给我查，今天的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敢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是。退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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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签。等一下，你也配签我的名字？他怎么来了？该死，李木木这个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。输了就得认账，这规矩我懂。就是吧，这名字是不是搞错了？叶清欢输了比赛，当然是签叶清欢。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？赶紧滚！别坏了我的好事，否则会让你连医助都干不成。
我好怕怕哦！我去，这不是苏曼青吗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让大家看看，到底是谁冒用我的身份藐视医术糊弄患者。苏曼青，胡说！我那是怕你医术太差，毁了大一堂的名声，所以我才好心替你。好心？我看像你这样行迹，才真的毁了大一堂的名声。所以，你们俩谁到底才是叶清欢啊？当然我是。无所谓了。我去！等等，刚才是有人冒用身份，敢不敢跟我这个正主再比一场？不必了。大一堂能养出苏曼青这种糊弄人的水货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同款的草包？就是，这丫头看着毛都没长齐，说不定连银针都拿不稳。果然是最强王者，现在大一堂里越来越多这种人了。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妥善处理，大一堂名声就毁了，或许连国艺巅峰赛的参赛资格都会丢掉。等一下，10月，中医界的麒麟子，我听师傅提起过你，年纪轻轻便已医术大成，但我瞧着跟我比还是差点意思。哼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论真本事，你略逊一筹，不然怎么不敢应战？好，比就比，输了可别哭鼻子。这个丫头这么开心，难不成真有两下子？有趣。叶清欢，你知道10月是什么人吗？跟他比，你根本就不可能赢。这大一堂的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等着看他翻车吧。悬丝，真是脱裤子放屁，离这么近，悬什么丝啊？花架子吧。刚才苏曼青拿着笛子瞎吹，现在他又拿个线在这装神弄鬼。我去，这手速，搞定，搞定。你这针法10月表情这么凝重，该不会这叶清欢把人给治坏了吧？啊！我就说嘛，一个黄毛丫头冒充神医，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。患者不仅呼吸平稳，脉象竟比来时更有力了3分。原本蜡黄的脸变得红润，黑眼圈直接凭空消失。你这针法是我行医10年从未遇见过的。10月这话到底是好话还是坏话呀？谁输谁赢啊？你的搭脉手法精奇，施针又快又稳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这场比试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我没幻听吧？中医天才居然亲口说自己输了。是啊，10月竟然会给叶清欢这么高的评价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竟真的赢了10月，那天在山上救我的人，究竟是不是他？叶清欢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你医术了得。我叫10月，国艺巅峰赛场，我们再比一场。随时奉陪。哎，副总，夫人这是正常的，跟10月握了个手，纯属江湖礼仪，江湖礼仪啊！我去，老大这醋坛子翻的也太快了吧！咦，吓死个人！不是，苏曼青，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肯定是耍了阴招，不然你怎么可能赢10月呢？心眼脏的人看什么都脏，你不就是嫉妒我医术比你高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就算你医术高超，我也能造点黑料，让你离开大一堂。卑鄙！卑鄙又如何？你别忘了，在这大一堂，谁
才是主人。跟我斗，你呀还嫩了点。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大一堂什么时候易主了？副总，自己给 HR 提离职报告，冒名顶替的事，律师会给你慢慢算。副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叶清欢，你给我等着！副总，夫人好像还不知道你的身份。这样挺好的，随性自在。这要是知道了，还显得拘束。再说，我喜欢现在这样的他。副总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水，我要喝水。水，来，慢点，慢点喝。什么？你房间啊？这明明是我房间，你看清楚。再说，你这平板身材，我还不感兴趣呢。不是，我哪里平板啊？明明就……算了，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。奶奶，您听话，乖乖吃药。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把神医传人找来。什么神医传人不传人的，我不管。你发来的跟孙媳妇亲亲的视频我看了，磕到了，磕到了。明天会诊，我要看到我孙媳妇。你要不把她带来，我不管什么名医，就是华佗来了，我也躺平，不治了。奶奶，您别着急啊，你身体最重要。我不管，只要明天我见不到我宝贝孙媳妇，我就现场给你搞个非诚勿扰，在名医堆里给你选老婆。来，傅家招贤大士为老夫人诊治，奖金100万，优胜者直通国艺巅峰赛决赛。奖金100万，还能直通决赛？我要报名。副总。还没找到吗？还没。别怪我，没提前跟他说，今天要带他回去见家长。现在人找不到了，奶奶那怎么办啊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副总，夫人找到了，说是去会诊现场了。去傅家？难道他知道我是谁了？不是。夫人好像是去参赛的。什么？备车，去傅家。好。这次叶柔姐请来的可是京市第1名医孟先生，这次会诊魁首毋庸置疑，傅家少奶奶的位置非您莫属。低调，只要是孟先生给面子。再说，我那个放在乡下养的姐姐，她根本不配嫁到傅家，也只能由我来帮她履行婚约。以免丢了我们叶家的脸。哇，王总好久不见，希望之后还能和您再合作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乡巴佬姐姐吗？来傅家凑什么热闹啊？当然是来参加会诊。切，一个没妈的野孩子也敢来参加会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给老夫人整坏了，你10条命都赔不起。赶紧给我滚！一个小3生的女儿，也配侮辱我跟我妈？你竟敢打我！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今天来这儿的都是京市医药界有名的大佬，
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当然是来赢得会诊，拿到100万奖金，直通巅峰赛决赛了。哦，你这么有信心，难不成你是我要找的神医传人？那当然，不是，纯属天赋异禀，自学成才。懂？少在这打情骂俏，还神医传人，他就是个村姑。这就是你找来的救兵啊？穿得到人模狗样的，怕不是拼夕夕9块9包邮的套装吧？你连我都不认识，还敢在傅家叫嚣？我可是傅……你疯了！这可是傅老夫人的地盘，在这儿冒充傅总，被拆穿了，咱俩都得卷铺盖走人。是什么事啊？我看啊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愣着干嘛呀？把这俩混子给我一起扔出去！等一下，吵什么？当我们傅家是菜市场啊？老夫人，有2个骗子闯进来捣乱，想破坏您的会诊。啊，骗子！这姑娘是我请来的医生。哎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没有。行了，会诊开始，别耽误我看我孙媳看医生。这傅老夫人怎么总盯着我笑呀？他看你顺眼，喜欢你。眼光挺好。叶清欢这个小贱人，惯会笼络人心。交代你的事儿办好了没有？放心，等会儿就要他身败名裂，看他怎么笑得出来。老夫人，这个是京市名医孟先生，我特意请来为您诊治的。有心了。我去，真是孟先生！多少大佬排着队等他看病，叶柔能请动他，会诊赢定了。还请傅老夫人让孟先生为您把脉。等孟先生治好傅老夫人，我就能攀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孟先生如何啊？你脉象虚浮，气血如丝，只怕时日不多呀。是啊，这老夫人也确实……我看未必，这病症看似凶险，实则可以妙手回春，你却直接下了死刑，这庸医还真是误人啊！误人！叶清欢，你懂个屁呀！孟先生可是京市第1名医，他都束手无策，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呀？小姑娘，这行医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况且老夫人这脉象，神仙都难救，而且你连脉都没有诊，就敢说能救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何须把脉？我用的是面诊脏腑全息针法。啥针法？没听说过，怕不是什么江湖骗术吧？叶清欢，我们这是治病，不是看相算命。眉心雀中方案是肺瘀，眼下坎宫颤动是心脉淤堵，这分明能救，你却说成绝症，怕不是夸大病症来骗钱的吧？你胡说！这种针法早就失传了。失传？我还知道你肝火旺，肾阴虚，夜尿得几个10来回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小姑娘，你能治我的病？能治。您请坐。其实啊，活到我这个岁数，阎王爷哪一天来勾魂都正常。你不要紧张，治得好是我的福气，治不好不会怪你啊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先为您施针疏瘀。他不动手还好，现在啊，我不仅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还要让他背上个谋害老夫人的罪名，让他将牢底坐穿。
放心，我在器皿上淬了点药，只要他敢用，保证老太太当场晕倒。哎呀，叶青花，你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的吗？现在怎么怂了？不敢动手了？就是啊，小姑娘，治不好就直说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。你无妨，我能应对。哼，我倒要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招。这是我师父给我的九转还魂丹，可活死人肉白骨。这怕不是医术不够忽悠来凑吧？这恐怕不是江湖郎中卖的大力丹。我看啊，你是存心想害死老夫人。这玩意儿要是能治病，我就把这桌子给吃了。我相信他。小姑娘，我这条老命就赌在你身上了。我的天，真吃了！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这……老夫人，哎呀，叶青花，你就等着进局子吧你！我傻孩子，我是骗你们的。虚惊一场。我去，这是返老还童吧？真神了！这太厉害了吧！就不可能！师傅呀，师傅，你这药丸还真是救场神器，幸亏我听你的，随身带着。啊，舒坦，这小丫头的医术比那姓孟的强100倍。我宣布，会诊魁首是叶清欢，直通国医巅峰赛总决赛。耶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某些人不但投毒，还想栽赃他人，真当我们傅家是摆设吗？哦，我说呢，原来是你们动的手脚。这是假的，是 P 的！胆大包天，敢在我傅家头上动土，姓孟的一介永久封杀，叶家切断其一切生意往来。来人，把这2个狗东西给我扔出去！真是老夫人，这不怨我，都是叶柔她逼我的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叶清欢，你给我等着！老夫人，谢谢您还我清白。哎，该说谢谢的是我，你不仅帮我治好了病，还让我返老还童，永驻容颜。这孩子长得真俊，你结婚了没？啊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傅家的孙媳呀？只要你点个头，我傅家2个孙儿任你挑，股份要多少有多少，珍奇的药材任你办，豪华别墅给你做储物间。老夫人，我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也可以离呀，我傅家家风开明，2婚也没问题。奶奶，你可别添乱了。老夫人，虽然他有时候自大，还总爱装腔作势，但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总能第一个冲上来。所以，您开再好的条件，我也不能抛弃他。哎呀，奶奶，我就知道我这孙媳妇错不了。孙媳妇，傅老太太她糊涂了。我糊涂了？不应该啊！您刚吃了9转还魂丹，精神得很，怎么会糊涂呢？哦，干亲，我之前认傅老太太做的干奶奶啊，对。啥？你个臭小子！干亲？完了，
这下身份要露馅了。奶奶，您这是跟谁置气呢啊？老远就听见您的大嗓门，差点呀给我耳膜震破了。这臭小子，我孙媳妇没捞到，孙子都成了干的了。哎哟，竟然还有这事儿！我收拾他。救我！哦，我认识你，你就是那个花边新闻满天飞、私生活混乱的富家大公子。我那是景慈，跟老太太投缘，认了干亲。让我猜猜，是不是像短剧里面演的那个样子？傅景慈原本是司机家的儿子，然后老太太见他可怜，就认了当孙子？怎么可能啊？不对吗？不对，他是我园丁家的儿子。啊，大差不差嘛。是，叶姑娘真聪明。那是，我师傅也总夸我聪明。叶清欢那点聪明劲儿，全贡献在学医上了，自己是一点没留啊。奶奶，您身子刚恢复，我送您回去休息。慢点。哎呀，二弟，你可欠我个大人情啊。走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医术这么好，你是不是我要找的神医传人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你别瞎猜。你反应也太大了吧？啊？是你靠得太近了。我不能再让他问下去了。不管了，先把自己灌醉。不能喝你就别喝。好喝，太好喝了，就是跟我师傅的药酒比起来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又是你师傅，你整天把你师傅挂在嘴边，你师傅是谁啊？我师傅当然是啊，不能说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傅景慈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要不然，你为什么总是护着我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小老弟，这是被盖章了。走，给年轻人留点空间。你个小魔人精！师傅，鸭脖，好吃。属狗的，咬这么狠。完了，我昨晚跟傅景慈亲上了，还是我主动的。你跑什么？昨天某些人抱着我啃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反应。我头好痛，昨天喝的有点多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哦，那看来只能我帮你回忆回忆了。我突然想起来大一堂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
大一堂有事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叶清欢啊，叶清欢，你以后再喝酒，你就是狗！柔柔，这次啊，妈一定给你报仇。走，来取药。哎呀，这大一堂啊，人也太多了，连个车位都找不到。怎么样，药抓好了没啊？好了，老公。这什么情况？哎呦，我的天啊！这药竟然是发绿的！哼！把你们抓药的人给我叫出来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医师这么想害人。叶医师，出事了！有客人在药包里拆出了发霉的药材。怎么可能？我用的可都是上好的药材。爸，秦欢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老公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虽然是清欢的继母，但我一直待清欢视如己出。你看看他竟然用发霉的药来给咱们装药材，这分明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啊！妈，你可千万别急坏了身子。姐姐她可能就是太忙了，弄错了药材，她不是故意的。秦欢，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秦欢，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药是我包的，但我用的都是上等的药材，怎么可能会发霉呢？说不定啊，就是因为柔柔和你同父异母，你打心底就容不下柔柔，所以呀，故意用发了霉的药材置她于死地。秦欢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快给妹妹道歉！爸，你也觉得我会害她？爸，姐姐可能就是一时犯糊涂了，您别骂她，我把药扔了就是。你看看，妹妹都这样，还在听你说话，你都不觉得惭愧吗？惭愧？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为什么要惭愧？从小到大，只要他一告状，你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骂我。爸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呀。自从我妈去世后，你有管过我吗？你就不惭愧吗？爸，姐姐心里有怨气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这事儿，要不然就算了。哎，还是柔柔贴心啊。姐姐，你就服个软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柔柔，你没事吧？你个毒妇，竟敢推柔柔！不，我没有。我打死你个逆女！我打死你个逆女！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大一堂撒野！别怕，有我在。刚才你们往药包里塞发霉的药物，以及碰瓷诬陷别人的全过程，已经被监控拍到了。稍后我们傅家的律师会找你们详谈。不是的，爸，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叶柔诬陷我，证据确凿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柔柔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算了吧。原配的孩子犯了错就又打又骂，小三的孩子犯了错就算了。叶家的家风，我算是开了眼了。你谁呀？多管闲事！我认识他，他是那个在会诊上帮叶清欢欺负我的野男人，他俩肯定有一腿。逆女，你还敢勾搭野男人？亏我还想把你嫁到傅家。他才不是野男人，他是我老公。我们已经结婚了。老公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叶清欢呀，根本就瞧不上傅家的婚约，倒不如把傅家的婚约留给咱们柔柔。柔柔啊，和傅家的少爷才是天作之合。傅家是你这种阿猫阿狗就能嫁进来的吗？我们和傅家
那是定的娃娃亲。我们家柔柔和富家少爷才是天经地义。哦，可我怎么听说富家的少爷早就结婚了？什么？不可能！富家少爷身份隐秘，你这种底层人怎么可能知道？富家继承人有一枚世代相传的龙凤玉佩作为信物，放眼整个京市，只有副总，也就是富家当今家主，才配拥有。你该不会是想说他这个屌丝就是副总吧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哼，就是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你怎么会有这块玉佩？难道你就是那个3年垄断京市商圈、产业遍布全球的商业奇才副总？这不可能！傅景慈，待会儿你冒充副总的事要是露馅了，咱就往西门跑，那边抢矮。放心，绝不会露馅。演，接着演，拿块地摊上淘的破石头就想冒充副总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呀？对呀，完了，露馅了！玉佩，跑什么？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听说副总在大药堂，我们特来拜访。昆州李家，还有海州王家、云州白家，这几位可是跺脚，今时都要抖3抖的大人物啊！副总安好。你们谁啊？干嘛对他毕恭毕敬的？他就是一骗子！哼，放肆！副总岂是你能污蔑的？这些群演气场好强，看着好凶啊！别怕，他们只是现代正经，私下里都是逗逼。啊，你真的是副手？他叶清欢有什么好的？你凭什么偏袒他？就凭他是我傅景慈明媒正娶的合法妻子。柔柔，你们已经结婚了？这也是演戏的一环吗？这玉佩代表我傅家的权利和全部财力，现在我把它当作聘礼。清欢，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你别说，这玉佩还挺沉，细节满分，花了不少钱吧？回头给你报销。喜欢就好，无价之宝。她就是一个乡下丫头，凭什么做富家夫人？她不配，难道你配？你连我面都没见过，就嚷嚷着要嫁给我，还不是贪慕我傅家的钱财罢了。哎，傅家在印尼不是还有个彩椒厂吗？把她送过去，好好体验生活。来人！老公，你救救柔柔！清欢，要不饶了他吧，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啊！一家人。他刚才诬陷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是一家人？这是他咎由自取。好啊，好你个见死不救的小贱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看谁敢动他！保安，把他们全部带走！不要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要去参加！没吓着你？放开我！啊，没有，幸亏有你。谢谢各位的卖力表演。能为副总夫人效劳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我给你们做个安神香包吧，当做谢礼。好，香包好。等着，走。这真是副总，那个随便一句话就能改变商业格局的人，这会儿正在药房给人打下手。傅景慈，把这些药材给我理干净。哦，还有这艾草也一起磨了。好。我的天，听说副总最害怕粉尘，他这么使唤副总，恐怕是要被傅家扫地出门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看磨好了啊，看看咋样？傅景慈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这做药跟做人一样的细致，你磨这么粗能用吗？重新磨。活久见，居然有人敢这样跟副总说话，这下副总肯定要炸毛了。哦，
那我再重新磨磨呗。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平时一瞪眼就能把人吓破胆，在夫人面前却乖得像条哈巴狗。有事儿再看，你们的合同别想要了。没事，副总您忙，我们闭目养神。傅景慈，哎，你看什么呢？赶紧给我继续磨呀！好，我再磨磨。看来副总是彻底被夫人拿住了，咱以后啊要多看夫人脸色行事啊。可不嘛，保命要紧。做好了，你们快过来看看。这味道绝了，提神醒脑，沁人心脾啊！就是，夫人这香囊堪比神药，怪不得能把副总拿捏得死死的，这谁扛得住啊？这话这么多，哪有，就只是随便做做。不过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我还认识一个人，他的医术也是一绝。这味道和他的艾草包有些相似。是吗？可能是这所有艾草都一个味儿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药房还没有收拾，我去看看。副总，您怎么能在夫人面前提别的女人的名字呢？而且还拿出来比较。就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女人心细，你夸奖别的女人，夫人肯定会吃醋啊。对呀。你们说的对，回头找陈助理签合同，附加让利5个点。真的，谢谢副总，谢谢副总。还不快走？好，明白，现在就走，不耽误您去哄夫人。到底要不要告诉他，我就是之前在山上救他的人呀？可万一他觉得我骗他，拗着不让我参加国际巅峰赛怎么办？但他对我这么好，我也该对他坦诚相待呀。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先说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提什么神医传人，以后我只有你给我做的香囊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碰。谁再跟我提他，我跟谁急。完了，他怎么这么突然？算了，还是先不提了。哎，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？对，过2天不是要决赛了吗？这次决赛非同一般，我要现场炮制9转还魂丹。只是这药材，你说，就算是龙肝凤髓，我也给你找来。来，真的啊？说。那我要深海珍珠粉、百年何首乌、雪山冰莲蕊。夫人要的主要材就这些了，其余的也以邮件形式发给大家，回去看一下。百年何首乌，据说这玩意儿全世界只剩不到2株。雪山冰莲蕊更难搞，那地方它根本不是人能待的。副总，这些药材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，这难度系数简直逆天啊！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决赛之前必须找到。如果耽误了比赛，有什么后果，你们知道。是副总，是我们马上去办。副总，您刚下飞机连夜奔波，明天在巅峰赛还要作为资方代表出席吗？当然要去，不过现在先去接我老婆下班。好嘞。小美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生不如死呀！别白费力气了，明天的冠军只能是我了。呸！就你这种人也配拿冠军？配不配可不是你说了算。过了今晚，你就是一个被玩烂的破鞋。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勾引副总。简子不会放过你们的。
好他，明天比赛结束之前，你们随便玩，只要给他留口气，让他看我菱角就行。放心吧，保证让他爽得起不来。叶清欢这个小没良心的，都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。喂，什么？副总，不好了，夫人在大一堂门口被人接走了。什么？召集所有人，马上找。好。别碰我！放开我！别碰我！子，谁支持他？爷，我说，是一个姓苏的。曼青，把他们给我废了，扔进禁区，牢底坐穿。饶命！锦慈，有你在真好。都怪我应该早点去见你的，我下次再也不。傅锦慈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国际巅峰赛即将开始，入会通道即将关闭，未入场者视为弃权。3、叶清欢怎么还没来呀2。叶清欢现在估计呀，正躲在角落里哭呢。这个冠军我要定。1。等等，还有我。他怎么会来？两个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出。都怪傅锦慈太残忍，差点误了正事儿，幸好赶上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来的。那当然。叶清欢，你的命真的是跟蟑螂一样，这都能看出来。你做的那些龌龊事儿，等我拿了冠军，再慢慢跟你算。苏静，请评委入场。满清放心，答应你的事一定办好。小伙子，期待你了。请3位选手上台。哎，这张院士我听师傅说过，他精通医理，灌学古今，是泰斗级的人物。但这刘教授是，乡巴佬，刘教授乃是京市第1名医，医术高超，门生众多，包括之前会诊上说孟先生是京市第1名医，现在决赛上又说刘教授是京市第1名医，这头衔不会是批发来的吧？你竟然敢质疑评委！无妨，我们专注比赛。刘教授人还怪好嘞，不记仇。哎，这倔老头是谁？老臭个脸。这位就是解决了许多医学难题的欧阳老，如今每届医学大赛都会邀请他来当评委。现在的巅峰赛真是越来越掉价了，连江湖骗子都能混进决赛了。不是，欧阳老，咱俩无冤无仇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叶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当时在大一堂，你戴着面纱斗笠和石月 PK， 所谓的五音疗疾、堪比是催命符咒。哼，你这样的人，难道不是江湖骗子吗？难道他说的是上次苏曼青在大一堂冒充我的事儿？欧阳老，上次是欧阳老说的对，像你这种旁门左道，根本就不配进巅峰赛。苏曼青，你是之前输的不够惨，还想被我按在地上摩擦是吧？
你别嚣张，进了决赛又怎么样？冠军宝座只会是我的，而你呢？你顶多就是个凑数的。哼，既然这么有底气，干嘛绑架我呀？该不会是怕自己输得太难看吧？你胡说！叶清欢，你少装蒜！你只不过是一个靠走后门混进来的打杂的，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满清姐，不仅有实力，人参、鹿茸各种名贵药材应有尽有。哟，你这是从哪个菜市场捡来的烂菜叶呀？就这也敢拿来参赛？天了，苏医师这药材也太豪横了吧！叶清欢这也太寒酸了。哼，药材再名贵有什么用？落在庸医手里也是白搭。穷鬼一个，我看你就是买不起。我也不知道傅景慈药材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夫人，您要的药材找到了。我先来，看看这个百年何首乌，我们找遍了全国的老字号药铺，最后从一个老药农手里求来的，请了8名保镖全程护送，生怕喘口气都把它给吹坏了呀。还有这个冰山雪莲心，我们派了20名登山队员从海拔8000米的冰川缝里摘下来的，连叶子都没叶一片。最绝的在这里。这不就是普通的珍珠粉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夫人，为了找到这300年的深海珍珠粉，我们在马里亚纳海沟挖了半个月，才从鲨鱼口中找到。这才是真豪横！这种金贵药材，我只在短剧上才见过。3大家族当事人给他当跑腿儿，看来这叶清欢的来路也不小呀。你肯定是傍上哪个土大款了，不然你哪来这么多宝贝？我说是谁在废呀？原来是宋曼青的狗呀！你肃静，比赛开始，5个人员不要大声喧哗。有了这些，夺冠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别得意太早，刘教授是我导师，欧阳老验你入股，你输定了。不是，这老头怎么还在瞪我？上次苏曼青冒充你比赛，欧阳老师评委没等你揭穿，他就已经被气走了。他8成是把你想成骗子了。我说苏曼青怎么会这么嚣张呢？原来是在这儿给我挖了个大坑。没事儿，以你的医术，绝对能征服欧阳老。简洁。比赛开始，本轮比试制药，3位患者患同一顽疾，谁的药效见效最快，功效最好，谁就是冠军。小意思，9转还魂丹必定让你顽疾退散，百病全消。待会儿叶清欢的药端上来。这手法9转还魂丹，一道传承，后继有人，后继有人呐！听说这药能活死人、生白骨，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夫人，加油，加油！故弄玄虚。本姑娘就是优秀，
你再气也没用哦。别得意的太早。各位评委，请过目，服下这丹药，患者的旧疾便可根治。哎，这看着真有问题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谁踩我脚？突然都变化了呀！线路故障，马上就好。好了，来电了。我丹药呢？难道是断电时乱作一团，碰掉了？快找啊！找！我看他是害怕药效不行，故意搞个断电的把戏，故弄玄虚，必须取消参赛资格。就是，连药都拿不出来，还说自己能治病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个骗子。看来就是招摇撞骗。我不服，我申请重新施诊。断电来的突然必有蹊跷，丹药凭空消失必有猫腻。我申请重新施诊。重新施诊？你当巅峰赛是你家开的？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！说不起就明说，别再搁这丢人现眼。小姑娘，申请重诊必须得有人作保，否则赛程过半有偷师的嫌疑呀。谁会为他一个连药都守不住的废物作保？我来作保。叶清欢的医术我很了解，绝对不能让卑鄙小人在这儿作父作威。十月，谢谢你。十月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也是个选手，按照规则同台竞技，没有资格作保。如果没人作保，叶清欢退赛离场吧。我来作保。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！今天的评委可都是大人物，肯定认识副总。你在这种场合冒充副总会露馅的，快！放心，我是来给你撑腰的。副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快请上座。这国艺巅峰赛本就是我傅家办的，我夫人在这里受了委屈，各位是没把我傅锦慈放在眼里。叶清欢是你夫人，那又如何？这是比赛，即便你是副总，你也不能为叶清欢藐视赛场，胡作非为。我夫人的丹药在赛场被盗，凭空消失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到底是谁藐视赛场，胡作非为？叶清欢他要是真没本事，重赛又何妨？莫非有些人的心虚了？胡闹！患者健康，岂能儿戏？就是我傅锦慈用傅氏集团和大一堂的全部资产为他担保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一人承担。现在他可以施诊了吗？可以。你真的是副总？现在他可以施诊了吗？可以。你真的是副总？清欢，你听我。等比赛完了再跟你算账。你那些宝贝药材都没了，哎呦，我看你啊，怎么施救？清欢，你记住，药无贵贱，对症就是良药。医者仁心，医道就是人道。药无贵贱，医者仁心。这普天之下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名贵药材的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要学医？师傅，我明白了。我最初学医，就是为了让平价药材也能顶上大用，让穷人也能摆脱顽疾病痛。起！哇，是不是眼花了？手法好厉害啊，好像有什么金光啊！我的甚是优美的音乐呀！
好了，我胸口不闷了，浑身都轻快了。我们俩还没喝药呢，光听他笛子都舒坦多了。五音疗疾，叶清欢，你就是神医传人，真是高。一道乐道，合二为一，妙呀，妙极了！这才是真正的五音疗疾呀！不可能，欧阳老，你不是最厌恶他的吗？你为什么要替他说话？老夫讨厌的是骗子。哎，你不是那个戴着斗笠和石月比赛的人吗？这一切都是你的诡计吧？你这个小人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真是都是这种事。苏万清、李木木、刘教授涉嫌绑架、贿赂评委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哎，放开我！我是不是醒了？应该把他们抓起来。叶清欢，你个贱人！好好反省吧，拜拜。叶姑娘，之前老夫是错把珍珠当榆木，对不住了。老先生言重了，医者本就该以实力说话。恭喜你，实至名归。你的医术也很高明，以后多多交流。交流就不必了，他是我的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对我负责。我宣布，此次国医巅峰赛的冠军得主是叶清欢。清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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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生气呢？你明明就是神医传人，还不早点告诉我，害我一顿好吵。哼！好了，清欢，我们俩扯平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就冲你，就冲你。看你表现喽！遵命，老婆。耶！恭喜！